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高分悬疑电影，据说它开创了战场灵异片的先河，而其中诡异的场景也差点让我尿了裤子。虽然本片有那么一丢丢的匪夷所思，但作为这种题材的悬疑片也算是经典了。废话不多说，我们正片开始。故事发生在1917年一战期间的西线战场，男主杰米是一名刚刚入伍的英国士兵，而他第一次端枪便被拉去做了炮灰。随着对面德军士兵的疯狂扫射，有无数冲锋的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很显然，这种作战方式就是人海战术，也是一战期间最笨最直接的方法。在这次小规模的抢占阵地中，杰米所在的小队侥幸存活，可紧接着前方又出现了一团毒雾。士兵们见状赶紧戴上防毒面罩，但这个动作还是晚了一步，只是片刻的功夫，战场的所有人便被毒雾尽数吞没。次日清晨，经过枪林弹雨和毒雾的生死考验，杰米的小队仅剩9个人活了下来。他们戴着简陋的面罩摸索了一夜，可仍旧没有走出毒雾侵袭的范围。这时有一名士兵突然跌倒，面罩也不小心掉了下来。看到他的状态并未发生异样，大家这才明白现在的迷雾已经正常。虽然眼下终于摆脱了致命困扰，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亟待解决。茫茫大雾似乎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不管众人朝哪个方向走，最终都会回到昨晚战斗的地方。迫于无奈，队长只好让大家全部散开，并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搜寻。很快有士兵发现了新情况，他在德军的战壕里看到了3名敌人。闻声赶来的老亨十分暴躁，抬手对着下面就是一枪，眼看自己就要命丧于此。有个机灵的士兵慌忙逃走了。每次看这种紧张的剧情时，我总是先玩会游戏放松一下。最近在转转上买了一台任天堂 Switch， 竟然只要1000多，比全新的便宜600呢，而且还都是专业质检再发货，买的放心。上面的游戏卡带和手柄也不错，听我的，买卖游戏产品上靠谱的转转 APP 就对了。片刻之后，众人在壕沟中抓到了逃跑的士兵，可奇怪的是，这名被俘的德军不但没有求饶，反而是催促大家赶紧离开，还声称千万不要留下来过夜，不然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然而整个小队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只觉得这是敌人被捕后的惊恐表现，可任谁也不会想到，接下来的所有人即将付出生命的代价。队长认为现在占领的是德军据点，报给上级的话自然会得到奖赏，所以眼下他们必须留守并防御此地，然后等待总部的下一步指示。经过现场盘查，壕沟里没走几步便能遇到德军的尸体。这样的场景虽然吓人，但经历炮火的士兵已经彻底麻木。为了缩小接下来的防御范围，众人不得不将壕沟的其他分支炸毁。而随着几声爆破响后，杰米等人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可就在他们转身的瞬间，被炸毁的地方却冒出了渗人的鲜血。几小时后，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冥冥中似乎在预示着一场灾难。通讯兵找到了一部电台，可当他联系到总部以后，却传来了奇怪的回答。一旁的队长急忙夺过话筒，不顾对方应答，便讲述了自己的情况。Battalion, we have captured a forward German trench. Location unknown. We need urgent support. Over. Y Company? Yes, Y Company.不管队长如何呼喊，但对方像是什么都没听见，一直在说他们的队伍已经全军覆没。直到通讯信号莫名中断，队长这才恍然如梦醒了过来。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他命令通讯员一定要保密今天的通话。当天晚上，杰米收到指令要将战俘关进一间牢房，然而不曾想却遭到了强烈反抗。这个战俘似乎很害怕进去，甚至还袭击了另一名士兵。痛苦的战友让杰米直接杀了战俘，可善良的杰米最终还是没能下手。见此情形的战俘看了看两人，竟然主动放弃抵抗，走进了牢房。本以为壕沟内的隐患已经清理干净，可没想到巡逻的士兵又发现了敌人。只见不远处猛然出现了3个人影，身形木讷且充满诡异。士兵壮着胆子慢慢靠近，直到看清对方脸颊才意识到了恐怖。这3个人都被倒刺网贯穿了脑袋，显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就在士兵察觉有点不对劲时，身后的倒刺网竟然动了起来，而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冲破云霄，其他人也意识到壕沟里出现了状况。等到所有人赶到现场查看，眼前赫然放着一具被洞穿了脑袋的尸体。这件事让大家陷入了恐慌，第一时间认为壕沟里还有敌人。他们找到战俘再次审讯是否还有同伙，可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奇奇怪怪。虽然大家都不相信战俘的胡言乱语，但各自的心中都产生了一丝疑惑。第二天一大早，通讯兵又一次联系了总部，可遗憾的是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既然暂时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于是队长决定先找出藏在壕沟里的敌人。他让队员们将所有尸体堆到一起，这样就能避免敌人躲在尸体当中。正如大家的猜想，有士兵果然发现尸体中藏有猫腻。一个满身污泥的躯体突然睁开眼睛，起身便开始了近身肉搏。这时赶到的老亨眼疾手快，当机立断开枪结果了对方。似乎他对敌人的仇恨非常强烈，甚至不顾劝阻要割掉对方的头颅。恍惚之间，杰米突然觉得老亨好像变了性情。自从队伍开始踏进这个战壕，老亨像是受了蛊惑而变得十分残暴。几分钟后，大家重新开始执行任务，并井然有序地将尸体堆积到一处。小小的战壕很快被清理干净，这下应该不会再有敌人偷袭小队。本以为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恐怖状况。一声剧烈的爆炸声突然传来，
似乎就在壕沟的正上方落下。紧接着密密麻麻的枪声响起，听声音像是有大批的敌人正在靠近。如此恐怖的气息让所有人乱了阵脚，就连队长也出现了幻觉和幻听。一个不小心，队长因为慌张误杀了出现的队友，而他的这一枪也让周围突然安静了，所有厮杀和冲锋的声音也都消失了。很显然，壕沟里绝对存在着诡异的古怪，而且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行动和思考。现在9个人的小队连续死了2个人，以至于让刚入伍的杰米吓得想赶紧离开。顽固的老兵呵斥他要服从命令，不然就用处置逃兵的规则击毙杰米。杰米听后不敢不服，可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已经悄然降临。时间很快到了深夜，一个巡逻的士兵突然听到德军的呐喊，顷刻间便失去了理智。他以为眼前站满了德军士兵，于是端着枪开始了胡乱扫射。紧接着有一团红色烟雾猛然袭来，并引导他爬出壕沟跑向了远处。士兵边跑边喊着这里有怪物，可遗憾的是他没跑多远便被一枪放倒。目睹一切的杰米发现是通讯兵开的枪，当即决定去问问他为何要这样。中枪的士兵并没有立即死去，求生的欲望强撑着他试图重新爬回来。这时闻声赶来的战友想过去帮忙，岂不料士兵身后却出现了一个土堆，并以飞快的速度冲了过来。只是眨眼的功夫，士兵被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抓到了地下，而诡异的一幕也吓坏了想要营救的战友。与此同时，杰米找到通讯兵想问问怎么回事，可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他感到非常不适。 What's happened to you, Bradford? It's inside me, Charlie. I can feel it. What? What is it? It's death. And it's waiting for us. Come back with me. It's in the earth, and the rats, and the flies, and you and me. We're dead, Charlie. I know that now. I can't feel my heart beating anymore. 说完这些话的通讯兵转身离开，很快便消失在了茫茫黑夜。第3天天色刚亮，9个人的队伍只剩下了6个人，不禁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意识到此地充满了凶险，杰米又打起了离开的主意，而其他人的心里也似乎有了动摇。然而此时的队长并不愿意撤离，他还在指望此地可以邀功拿赏。就当众人讨论要不要离开时，却忽略了性情大变的老亨。此刻的他好像已经发疯，并直接将德军战俘绑了起来。可奇怪的是，不管老亨如何折磨战俘，这个战俘却依旧说着奇怪的话。听到动静的杰米发现了怎么回事，他想上去阻止老亨，岂不料队长却站出来拦下了所有人，还莫名其妙地命令大家现在立刻列队。显然此情此景非常不合时宜，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冲突，杰米赶紧听从了命令。见此情形的队长似乎并不满意，因为他发现老亨和通讯员不见了。当得知怎么回事后，队长气冲冲地想要过去教训老亨，并呵斥他为何要虐待战俘。此时的老亨没了以往的顺从，他直接将队长放倒，还掏出匕首准备行凶。一旁的战友见状赶紧出来阻止，可悲剧还是出乎意料的发生了。显然此刻的老亨已经失去理智，他好像已经分不清到底谁是敌人。赶来的战友想劝他清醒一下，可下一秒却被老亨扔到了倒刺网上。锋利的倒刺限制了战友的行动，也正好让老亨抓到了机会。看样子他已经杀红了眼，俨然任何东西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眼睁睁目睹一切的杰米非常着急，情急之下想威胁老亨停止暴行，不然他就会开枪扫射。这时诡异的一幕突然出现，地上竟然钻出了一根根铁丝，并以极快的速度将老亨紧紧捆住。就当杰米惊讶出现的变故时，铁丝又直接贯穿了老亨的脑袋，直至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到这里的杰米于心不忍，只好扣动扳机给老亨来了一个痛快。然而就当杰米转身准备离开时，树上被捆的战俘却发出了求救。善良的杰米没有犹豫，他不仅将战俘救了下来，还主动给了他一把武器用来防身。直到现在，9个人的小队只剩下了3个人。而当杰米找到剩下的战友时，想不到通讯兵竟然绑架了队友，他让杰米赶紧杀了自己，声称自己就快控制不住了。Shoot him! Stop me, Charlie. I can't fight it anymore. Brother, please, whatever it is inside you, please just fight it. I can't. Charlie, shoot him! I won't. Yes, you will. You have to. No more killing. 杰米的善良并没有唤醒通讯兵，反而让他把队友给直接杀了。愤怒和自责下，杰米直接暴走，而这也让队伍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活着。此时诡异的事情并未结束，身后的尸堆突然开始塌陷，并以极快的速度产生了一个漩涡。杰米下意识地想逃离壕沟，可冒出的倒刺网却封住了所有退路。而随着出现的深坑越来越大，没多久他就吞噬了周围的一切，也包括根本无法逃走的杰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杰米从昏迷中醒来，他举着信号弹四处查看，却猛然听到深处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顺着声源向前摸索，却赫然看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只见那些早已死去的战友全部活了，而且完全没了当初狼狈的模样。直到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杰米，不禁让真正的杰米陷入了崩溃。I'm not dead. I'm not dead. I'm not dead.
被吓坏的杰米仓皇逃离，所幸没多久便冲了出来。这里还是原来的那个战壕，可不一样的是，战俘却端枪对准了他。I tried to help you. You did, Charlie. Only you tried to save me. That is why you're free. 战俘指了指旁边的梯子，示意杰米可以离开这里。疑惑的杰米想问问怎么回事，扭头却发现战俘已经不见了。就这样，杰米顺着梯子爬出了战壕，至此也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故事到这里好像已经结束，可实际上新一轮的悲剧才刚刚开始。等到周围的迷雾再次散开，刚才消失的战俘又出现了。此刻的他非常平静，似乎正在等待着另一拨人的到来。Son! I've got something over here! Get your hands up! Now! You German bastard, get your hands up! Get up! Show me your hands! Get them up! No!